有缘人，当下时空，你是否也感觉到身边很多人正在经历一种看不见的变化？如果你最近开始厌倦人群，情绪更稳定，对很多事突然没兴趣，那你要认真听接下来的内容，因为这个影片可能真的不是给所有人看的。有的人莫名觉得疲惫，仿佛身体的电池突然漏电，对原本热衷的爱好、追逐的目标都失去了兴趣，只想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待着。有的人则恰恰相反，开始主动追求内在的宁静，下意识地远离那些喧嚣的酒局、无聊的社交和消耗心神的八卦。更奇妙的是，还有的人仿佛一夜之间被点醒，突然觉醒，看清了自己前半生究竟在为何奔波，又为何痛苦，进而清晰了自己真正的人生使命。如果你也正有类似的感受，请别惊慌，也别以为自己只是压力太大或心理出了问题，这一切并非偶然，而是正在发生的筛选。这背后是地球正在进行一场极其深层次的能量升级，一个更宏大的意识频率正如同潮水般浸润，渗透到我们存在的每一个角落。每个人都在被这股无形的力量推动着，你的灵魂被温柔的提醒，甚至是被严厉的要求跟上节奏，否则你便会像一台无法兼容新操作系统的旧手机，不断卡顿、闪退，最终停滞在旧有的痛苦循环中。需要注意的是，这场升级并不是科幻电影里那种外在环境的翻天巨变，而是一场从内心深处开始的革命。这是一次彻底的内部装修。过去，我们可能将生命99%的能量都投注在那些外在的标签上，我们的身份、职位、名利、财富，以及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亲密关系和情感得失，我们把这些等同于我本身。可现在，这股新的能量正在将这些与我们紧紧捆绑的东西一层一层地剥离下来。你会被迫发现，那个你引以为傲的职位并不能给你带来恒久的安全感，那些你费尽心机维系的关系也可能脆弱得不堪一击。真正能让你在风浪中站稳脚跟的，既不是外界的认可，也不是他人的依赖，而是你内在世界的稳定与清明。当一个人终于愿意放下对外的过度抓取，把那颗向外持球的心收回来，安安稳稳地住在此刻的呼吸里，他就已经踏上了灵魂进化的快车道。很多人以为修炼是远离人群，隐居山林，好像非要凿壁独居，不食人间烟火才算，但这种想法只对了一半。真正的修炼道场恰恰就在这最繁杂、最具体的红尘俗世之中。有人会问，既然红尘如此消耗，那避开它不是更好吗？找个清静地方，不是进步更快吗？这叫不懂阴阳，也叫自作聪明。一块生铁若没有千锤百炼，如何能成为削铁如泥的宝剑？一个人若不经历诱惑、压力、冲突和关系的考验，
又怎能知道自己心性的成色？这些烦恼与挑战，正是你灵魂专属的超级磨刀石。没有他们的磨砺，你的心性就永远是软弱的，不堪一击的。没有磨砺，就没有真正的进化。若一个人只懂得顺从欲望，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他的灵魂便很容易被欲望这张无形的大网牢牢困住。这就像把一匹野马放归草原，看似自由，实则永远被寻找水草的本能驱使，毫无真正的自主可言。但当一个人学会在欲望的念头升起时，不评判，不跟随，只是静静地看着它，就像在岸边看河水的流动，他的心就会在这一次次的静观中渐渐沉淀下来，恢复它本来的清澈。他就已经在进行最高级别的修炼了，正如莲花一样，根植于最污浊的淤泥，却能从中汲取养分，最终绽放出无可染着的清净之花。要明白，真正的修炼无处不在，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当你在家庭中面对伴侣的误解，孩子的吵闹，你没有习惯性的爆发，而是选择深呼吸，用耐心与爱去回应，那就是最上乘的修炼。当你在办公室里面对同事的嫉妒、上级的压力，你没有被愤怒和恐惧左右，而是选择守住内心的正直与底线，那就是金刚不坏的修炼。当你在生意场上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你没有动摇，而是坚持自己的良心与诚信，那就是积累大福报的修炼。正所谓时时皆修炼，事事皆道场。一个人能否真正进化，从不在于他看了多少灵性书籍，背了多少经文，掌握了多少听起来玄妙的理论，而在于他是否将这些知道真正的做到，落实到每一个微不足道的日常点滴中。人生的力量，归根结底来自你内在能量的水平。欲望太多，执念太深，就像你的手机后台同时开着100个 app， 电量会飞速消耗，很快就会发烫死机。每一个未了的怨恨，每一个不甘的执着，都是一个能量上的负债，它们像高利贷一样，日夜不停地吞噬你宝贵的生命力。反之，什么是为生命充电的最好方式？是爱，是奉献，是无私。当你发自内心的去爱，去给予，去祝福，你的能量场就会像一个漩涡的中心，开始聚拢宇宙中更高频率的能量。一个人越是自私自利，处处为自己盘算，他的能量就越是萎缩、分散、漏洞百出。一个人越是愿意放下小我的得失，去成全更大范围的和谐与美好，他的能量就越是凝聚、厚重、坚不可摧。当这股正向的能量汇聚到一定程度，灵魂便会如同积蓄了足够燃料的火箭，一举突破旧有的意识层次，进入一个更广阔、更自由的智慧境界。所以，修炼的终极目的，不是为了得到某种呼风唤雨的神秘力量，而是学会做一个勤劳的心灵清洁工，
不断地清理内在的垃圾，那些恐惧、评判、怨恨和羞耻，为更高能量的流入腾出空间，让你的灵魂小溪最终能与宇宙的生命大河同频共振，合二为一。请你由衷地记住，地球的这场升级，其核心并非外在的灾难或变故，而是全人类集体意识的一次伟大跃迁。它在用一种宏大的方式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所有向外的追逐最终都必须回归内心。真正的圆满不是你此生积累了多少财富，掌握了多少人脉，习得了多少技巧，而是在这复杂纷繁的人生棋局中，你依然能保持一颗赤子之心，是在这泥沙俱下的世道里，你依然选择做一个善良的人，是在这无处不在的诱惑中，你依然坚守自己纯净的本性。当你的灵魂不再被那个喋喋不休、永不满足的小我欲望所牵绊，而是选择与宇宙那深邃、浩瀚的智慧同频共振，你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这场伟大的升级节奏。你并不需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要你愿意在每一次微小的选择中坚守善良，在每一次情绪的风暴中保持清明，在每一次人性的考验中选择宽恕，你的灵魂就一定能够，也必然会跟上这场伟大的进化。当你开始感知到有一种宁静与喜悦，仿佛是从你生命最深邃的泉眼处涌出，那你或许已经收到了内在维度正在发生转变的细微信号。那种光亮不是太阳给的，是从你心底里一寸寸生长出来的。那份笃定也不是任何权威或上师教给你的，而是你自己灵魂深处本来就从未忘记的回家之路。这就像一口沉睡了千年的泉眼，在某个清晨突然苏醒，清澈干裂的水流自然而然地奔涌而出，瞬间涤荡了所有淤塞的管道和沉积的尘埃。你恍然大悟，原来真正的觉醒从来都不是变成一个更好的人，而仅仅是记起自己本来的样子。如果你在自己身上发现了以下几个特征，那么恭喜你，这很可能是你的灵魂正在进入五维意识的清晰标志。一种终于回家的感觉，这并非一种情绪，而是一种存在状态的改变。这是你的灵魂跨越了万千世的轮回，终于认出了自己的本源。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极其特别的快乐，它不需要任何外在的理由，不依赖任何苛刻的条件，更不会因为外界的风吹草动而增减分毫。它就像泉水从地底深处自然涌出，喜悦从你存在的最核心处源源不断地向外流淌。在这一刻，你可能泪流满面，不是因为悲伤，而是因为终于明白，这种轻盈的、通透的、贯穿全身的愉悦，才是你与生俱来的出场设置。只是过去，它被太多层层叠叠的身份、责任、恐惧和欲望的包装纸给遮盖得太久、太厚了。随之而来的是对生命全程的全然坦然。你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就像水滴知道自己的源头是无垠的海洋，你知道自己终将要到哪里去，就像奔腾的河流知道自己的宿命是回归大海的怀抱。生死之间那条曾经让你恐惧的界限，忽然变得像一层薄薄的晨雾，透明了，消散了。死亡不再是可怕的终结，你深切地知晓，它只不过是生命形态的一次转换，一次脱下沉重戏服后的回家。这种认知绝非停留在头脑理论层面的理解，而是如同你知道呼吸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一样，成为一种全身心都确信无疑的体感。但二元对立的消融，在更高的维度里，你会发现一件极其奇妙的事，那些曾经让你纠结、愤怒、痛苦不已的是非对错、好坏善恶的二元区分，开始在你心中自然的消融。有人可能会产生误解，这是不是意味着要变得没有原则，善恶不分，任人宰割？恰恰相反，这非但不是麻木不仁，而是你获得了更高维度的应知视野。你不再像过去那样身处有好坏、对错、敌我构成的棋盘之中，只是一个被规则摆布的棋子。你现在是那个能同时看到整个棋盘的玩家，你能清晰地看到每一个选择，每一个行为背后那错综复杂的因果脉络。你开始理解，那条看似弯曲的道路有它非走不可的理由，那个做出错误选择的灵魂也正在自己的功课中艰难前行。这种超越性的视野让你不再急于去评判、去站队、去陷入非此即彼的能量对抗。你开始深刻地理解，真正的和平从来不是消灭所有的差异与对立，而是在看似水火不容的差异中，看见那更深层次的神圣的连接。这种超越对立的意识会自然而然地延伸到你对万物的态度上。你会发现自己对一只慌张爬过的蚂蚁，一片在风中颤抖的树叶，一滴在晨光下闪烁的露珠，都怀有与对人类同等深度的尊重与敬畏。你会真切地感知到，所有生命，无论形态如何千差万别，都只是同一个生命本身的不同表达形式。于是，伤害任何一个生命，都像是在用刀割伤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这种感知不再是道德说教，而是一种如同触觉般真实、无可辩驳的切身体验。3. 性能量的升华与转化。关于性意识的变化，可能是三维心智最难理解，也最容易误解的部分。进入五维，不是说生理功能会消失，也不是让你变成一个禁欲的石头人，而是那种狭隘的、局限于特定对象的、常常带有强烈占有欲和依赖性的小爱，开始了它神圣的升华。你可以把性能量想象成生命的缘由，在三维意识层面，这股强大的能量绝大部分被用于提炼成一种燃料，指向异性或同性的吸引力，满足生理欲望以及繁衍后代。这股力量是强劲的，
但也是不稳定的，常常带来嫉妒、控制、索取和巨大的痛苦。而当意识提升，你学会了将这股生命原油提炼成更高品质的、更纯净的能量，它开始转化为一种源源不绝的创造力，一种连接万物的亲和力，一种从内在深处自然满溢出来的、无需外求的深层愉悦。这种愉悦不依赖任何外在的对象，它自给自足，如同一个恒星，靠自身的核聚变发光发热，然后将光与热自然地辐射给周遭的一切。随之而来的一个直接变化是，你会发现自己对被爱的需求大大减少了，因为你的内在已经是一个完整的、丰盛的爱的源泉。你不再需要通过别人的关注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不再需要用一段亲密关系来填补内心的空虚。当你自己就是一个装满了甘泉的杯子时，你给出的爱才是纯粹的、不求回报的赠予，而不是一种指向对方的隐秘的能量索取。这样的关系，无论是亲情、友情、爱情，还是萍水相逢的缘分，都变得格外轻盈、真实且充满滋养。4. 身体的通透与智慧。我们的身体，这个陪伴我们一生的最亲密的伙伴，它的智慧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它不仅是一具血肉之躯，更是一台精密无比的生物频率接收器。随着你意识频率的稳步提升，你的身体也会发生一系列微妙而真实的变化。这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渐进式的通透感，就像一台被灰尘覆盖已久的精密仪器正在被一层层的精心服侍，其本身潜藏的卓越功能开始重新显现。你可能会注意到，你的直觉变得异常敏捷和精准，在做决定时，那个来自心底的第一感觉往往就是最正确的答案。你的第三眼开始被激活，你开始能看见或感知到超越物质表象背后的能量信息，比如一个人的气场颜色，一间屋子的能量状态。心灵感应，这个我们以为只存在于传说中的能力，也可能重新被接通。你与亲近的人之间会发生越来越多心有灵犀的时刻，这其实是生命之间本来就存在的无声交流频道被重新打开了。至于 DNA 的重新组合或激活，听起来很玄，但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你的身体为了适应并更好地运用更高频率的宇宙能量而进行的一次智慧的硬件自适应升级。所有这些变化都不需要你刻意去追求，更不能强求，它们会在你的意识准备好、能量足够纯净的时候，如花朵绽放般自然发生。这根本不是什么超能力，而是你作为生命体本就具有的潜能被唤醒了。5. 对我的认知被彻底改写。这或许是所有转变中最深刻、最根本的一个。过去，我们根深蒂固地认为，我就是这具会衰老病痛的身体，我就是这些起伏不定的思想和情绪，我就是这个社会身份和人生故事的总和。而现在，你开始真切地体验到
而不仅仅是头脑上知道。这一切都不是我，我是一个比身体、思想、情绪、故事更广阔、更深邃的存在。你真切地体验到，宇宙在我之内，我在宇宙之中。这种过去只在哲学诗句中读到的认知，突然之间变得像呼吸和心跳一样真实、具体，无可置疑。你既是一个拥有独立意识、独特体验的个体，又是那个包含万有的一体意识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如一道海浪，它有自己独特的形状、速度和生命周期，它确确实实是一道浪，但与此同时，它从未与整个海洋分离过。它的本质就是海水。你既是那道独一无二的浪，也是那片浩瀚无垠的海。这种全新的认知体验会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巨大的自由。你的思维不再被任何陈旧的观念、教条或主义所束缚，因为你知道，所有的观念都只是帮助你看世界的工具，而不是世界本身。你可以使用它们，但绝不会再被它们所奴役。你开始习惯于倾听内在最深处的指引，那种在深度静默中升起的、没有缘由的知晓。它比任何外在权威的建议、任何大师的教诲都更贴近你独一无二的生命道路。这才是一个生命真正开始为自己负起全部责任的庄严而自然的表现。6. 平凡日常的神圣化。在高维意识中，并没有所谓的神圣与凡俗之分。平凡日常的每一个细节都开始焕发出它本自具足的神圣光泽。用餐前，你不再是草草了事，而是会发自内心地对食物生出感恩。你不再把它看作无生命的物体，而是能真切地感受到，这一粒米、一颗菜是阳光、雨水、土壤和无数劳作者的爱与能量的凝结。带着这样的觉知去进食，食物的滋养力会放大数倍。这不是心理作用，而是一种真实的能量交换。相应的，在选择饮食时，你会自然而然地倾向于那些充满生命力的、在爱与尊重中成长的天然食物，而对那些过度加工、充满化学物质的死的食物失去兴趣。你的存在本身就成为对地球的一种无声的呵护。这是因为你不再是被告知要去环保，而是真切地感受到，地球母亲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意识的巨大生命体。它是你这个身体之外更宏大的身体。于是乱扔垃圾、浪费资源的行为会让你感到生理性的不适，就像用指甲刮擦自己的皮肤一样。这种由内在觉知生发出的爱护，其力量远胜于任何外在的道德约束。你可能会问，你说的这一切听起来都很美好，但离我的现实生活是不是太遥远了？我每天还要应付工作、家庭，哪里有时间去进入什么高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其实，每一个当下，你脚下所站立之处，就是进入更高维度的唯一入口。不是非要等到某个特殊的时刻，
不是非要达成某种复杂的条件。当你能够全然地活在当下，当你用一颗充满爱与尊重的心去对待眼前正在洗的碗，正在回复的邮件，正在与你说话的人，当你停止内在喋喋不休的评判，而开始尝试去理解，你就在那一刻校准了自己的频率。每一次当恐惧和爱的念头同时升起时，你有意识地选择了爱。每一次在激烈的冲突中，你没有选择惯性的对抗，而是选择了内在的和平。每一次在外界的喧嚣和忙碌中，你给了自己片刻的静默，而不是让噪音淹没自己。在做这些选择的瞬间，你都在向着更高的维度坚实地迈出一步。地球确实正在经历一场集体的意识扬升，这已经是越来越多敏感的心灵可以共同感知到的事实。但是扬升从来不是一种被动的坐等飞船来接你走的末日拯救，而是每一个灵魂主动选择提高自身振动频率的内在革命。这就像一艘巨大的航船要驶向一片全新的更美好的海域，这需要船上的每一个引擎，每一个零件，每一颗螺丝钉都调整到新的运行状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艘名为地球的巨轮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些早已走在修行道路上的人，那些在忙碌的世俗生活中依然坚持内在探索的人，那些即使身处困境依然选择保有善意和希望的人，你们其实都在为这艘巨轮的整体提升贡献着自己那份不可替代的光与力量。每个人的觉醒都在加速整体的进程，每个人的光明都在照亮共同的未来。最后，我想告诉你，所有关于五维、关于高维意识的描述，都不是在为你描绘一个遥不可及的天堂，它只是在描述你本来的样子，是你灵魂出厂设置里的家常状态。那些美好的特征不是你需要拼命努力去达成的目标，而是当你一层层放下沉重的负担，一点点清理内在的堵塞，一步步回归真实的自己时，它们自然会显现出来的，你本自具足的品质。所以你不需要努力成为别人，不需要去模仿任何外在的上师或典范，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更深的、更诚实的成为你自己，更勇敢地去面对你的内心，更坚定地去活出你内在早已知晓的那个真理。在那些夜深人静的时刻，当你卸下所有白天的角色和面具，你是否能感觉到那个更深、更广、更明亮的你其实一直在那里，从未离开，只是在温柔的、耐心地等待着被你重新认出来。灵魂进入五维，本质上就是一次彻底的回家，回到那个没有恐惧的永恒的平安里，回到那个无需向外证明的本自具足的价值里，回到那个与万物深深相连的无条件的爱里。这条回家的路不在遥远的未来，不在神秘的山巅，它就在你此刻一呼一吸的间隙里，就在你每一个选择爱与善良的决定里，就在你对自己最脆弱的部分
温柔地说出那句没关系，我爱你的勇气里，愿你能在日常的琐碎中认出自己灵魂不灭的光芒，愿你能在关系的碰撞中听见内心深处永恒的和平，愿你能在生命的起伏中始终记得，你从来都不是一个孤单的旅人，你是宇宙正在透过你的双眼醒来，是爱本身在这个世界一个具体而微、独一无二的化身。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我邀请你在评论区郑重地打下我选择觉醒，回归本相这几个字。这并非一句简单的口号，这是一次深刻的个人仪式。你是在向自己的潜意识下达一个清晰无比的指令，宣告你愿意放下旧有的模式，与你更高维度的智慧自我重新连接。这更是一次能量上的确认。当你发出这个意图，宇宙就会收到你的订单，并开始为你安排相应的功课与指引。当成千上万的灵魂共同发出这个正念时，我们将形成一个强大的集体共振场。这个光场会反过来加持和祝福每一个选择醒来的人，让回家的路变得不再孤单。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